那我们已经进入了所谓的第三级的防疫。那第三级的意思就是说，全部的学校都已经停课了，包括大学，包括研究所。那所以你那位学生可能暂时没有办法来台大念书，明白，明白。应该最近，我给田老师一个时间哦，我们基本上是5月28号，是我们第三阶段的一个期限。那之后怎么样，要看5月28之后的疫情变化。那个情况，对，可能会更严重，可能会减缓，这个不晓得。所以我们目前在台湾是5月28号是目前第三阶段的一个期限。哦，好的，对，所以可能你可以跟你的学生说明一下，那可能要请他跟学校保持联络，而且甚至现在台大内部可能都有一些疫情状况，所以这个还是要观察，因为我们目前很多医院已经有病人不是病人了啊，医院内有确诊的状况了，然后在很多这个企业也好，很多政府机关都有一些确诊状况，那所以目前情况还不是很确定。太乐观。对，这个我个人觉得可能还要再观察了哦。不过目前大家都减少外出，所以实际上的状况就是我们目前是28号，5月28号是我们的一个期限，这样子。所以明白。目前其实欧洲这里的情况也差不多。波兰新冠病毒的状况怎么样？一直非常的，就是处于一个 lockdown 的情况。哦，所以你们还在封城吗？目前？我们的那个边界啊，那个边境线是这样子的，目前很快可能要开，但是如果你要出国的话，那你必须是有那个注射过疫苗的。OK，一个 那你们 certificate。你们目前疫苗的注射状况是怎么样？就是2支，先打一支，然后第二次大概是1个月之后。田老师在波兰打过疫苗了吗？我的先生已经打了，我的家人都对，我已经。你们的政策是先以老人或？是的。那你先生打过1剂还是2剂了？目前是第1剂。那普遍度呢？疫苗注射的普遍程度？就是在慢慢的铺开。OK， 了解。所以应该疫苗铺开之后，应该状况就可以控制了。因为台湾注射疫苗的这个比例实在太低了，所以没有办法达到群体免疫的状况。今天下午来了一批疫苗，40几万疫苗，不过目前还在看怎么分配。对啊，所以目前台湾状况还是蛮暧昧不明的，所以我们还在观察中。对啊，都减少外出了。现在为了安全，大家就减少外出。对，是的。好，我们都聊开了。好，那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好。田老师又跟我们在一起了。那大家都认识我，我是理查老师。这位是我们的第2位汉语老师。你看你们好幸福哦，今天有2位汉语老师跟各位一起学习汉语哦。田老师，你们昨天都看过他了哦，已经很多人呢跟田老师打招呼了哦。啊，赛琳又是第1名了 ，Ola Utedes 哦，赛琳同学，来自墨西哥的朋友哦。好，这个 Dakini 同学你好，宋角，玉珠有到田老师的频道留言，对不对？玉珠你好。你好，玉珠啊，感谢你的订阅。你有去这个田老师的频道留言，我有看到哦。好 ，Alice，Hello Alice，Sarah 同学哦，好，因为这个田老师啊，我是比较希望我们班啊，真的就像一个班级一样哦。明白。对啊，有老师有学生，这样才温馨嘛。哦，对。所以我想，我都会很习惯跟各位同学打声招呼哦，再来上。我理解，我觉得这个互动非常需要。对呀，哦，其实啊，有的同学，老师告诉各位同学，如果你们想上来跟我们聊天呢，也可以，或者看我们讲话也可以哦。对啊，其实是可以的啦。不过今天先不要好了，过几天我们再看看啊。好 ，Samuel 你好啊，Samuel。
还有我们的 John 同学是来自澳洲的朋友哦。你好，你好。Passion Free 从波兰 ，Passion Free 你也是？真的吗？你是在波兰吗？你好，你好，我也在波兰。其实我也不清楚Passion Free 你是从波兰？你是住波兰吗？波兰，你是住波兰吗？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哦 ，Passion Free。好，Bib 是来自住在巴基斯坦的朋友。Hello Daniel 同学 ，Daniel 哦。好，南武这位同学，南武好久没有来了啊，老师好久没看到南武了哦。好，这位同学应该是新同学哦。这个你的名字太难念了啊。OK 啊 ，Navy 同学哦 ，Navy 同学你好。这位同学是脸书的朋友。我看一下，我这边看不到脸书的账号哦。好，欢迎你哦。好，向才，我们的 Saul 同学呀，49。Lina 同学你好。哦 ，Jody， 这个听老师啊 ，Jody 是老师来自美国的朋友，他的中文名字是我取的哦，叫什么我忘了。这个他这个很支持我的频道哦，非常好的一位朋友哦。Hello Jody，nice to see you。老师好，同行。英文问题常常问他，因为他是 native speaker 嘛，他是 native。是。好，这位尤文泰你好，好 ，Verlin 你好 ，Passy 同学晚上怎么样？好，我们都应该很安好。很不错。对，这个田老师啊，我们平常跟别人打招呼的时候，地道的中文方式会怎么说？因为我一直觉得怎么样，好像有那么一点不这么礼貌，对不对？两位老师怎么样？比较 casual 一点。比较 casual， 对不对？我觉得比较正式，比如说学生要跟我们两位 say hi 的话，应该要怎么说比较地道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两位老师好比如说台湾的晚安，我就觉得非常不错。晚安，其实晚安不一定是睡觉前，对不对？晚安对，不一定是睡觉前。我们一般说晚上好，其实也可以说晚安，不一定是睡觉前才能说晚安，对不对？平常就说晚安也没有关系。对，我同意听老师。其实 Passy 你就说两位老师晚安，两位老师晚上好就可以了。那其实以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怎么样是比较朋友之间在用的，或者是比较 casual 一点，比较直接啦，比较 straightforward 一点好 ，OK， 立新，欢迎立新同学。你好。有一位这个脸书的朋友是 Win， OK， 好，欢迎脸书的朋友脸书的朋友，理查老师比较建议脸书的朋友到 YouTube 来参加我们的直播会比较看得到你们的名字。好 ，Malik 同学来了，欢迎。还有我们的 Smile， 好久没看到 Smile Lay。Liver Duck 是这个，他是医生。Liver Duck 是Liver Duck 你是印尼人对不对？他这个应该是医生Susade 应该不是 Susade， Apakaba。他是你看 Liver Duck， 所以他是肝脏做肝脏医生他也长得好帅他很帅的理查老师的学生应有尽有，真的到处都有。Zack 同学你好Sophia 同学他的中文水平很好。你看他只跟你打招呼，他根本就不理我了好 OK， 好 Puthia 同学老同学了好，孟科是他现在住在伦敦孟科住在伦敦，他本来是捷克人。他跟田老师你的际遇有一点像是吗？他是孟科，不是，他名字叫孟科他的名字是我帮他取的，他是捷克人，那他先生是英国人，所以他也是嫁鸡随鸡，他嫁到英国，好的，他现在住在英国应该也是半个英国人了吧？好 ，OK， 孟科同学好，欢迎，好，再来是有了Sophia 终于看到我了，理查老师好。好，盛行好可爱 ，Sawadikra 泰国来的朋友，不过他现在在台湾学习中文他好像被我们台湾的政治大学录取了要恭喜他那盛行是一个僧侣，他是泰国的僧侣，对，所以他在台湾有点像传教的感觉，佛教的僧侣佛教的僧侣，好厉害。很棒我们很多同学都非常优秀，非常优秀。是。Hello OL 同学，好，这位是红喜同学，已经按赞了，谢谢你的支持。
讲到这里啊，红喜同学倒提醒了我，各位同学，你们不要忘记了要去支持婷老师，所以呢，理查老师要再给各位宣传一下婷老师的频道啊。来，各位同学，来，请你们不要忘记了这个要去婷老师的 YouTube channel 啊。婷老师的 YouTube channel 的名字叫做Chinese with Ting， 对不对？Chinese with Ting 啊，那请各位同学一定 be sure to 一定要去婷老师的这个频道按赞，然后就要去订阅 subscribe， 好不好？去订阅一下啊！理查老师要跟各位讲，你们一定要做哈。理查老师觉得，哎，婷老师啊，你昨天的订阅有没有暴增啊？有暴增。非常感谢每一位同学，不管你是订阅的还是没有订阅的，非常感谢你来看我们的2位老师的课，对，然后订阅我的学生，非常感谢你的订阅和关注，我感受到一种很大的支持，我会在频道里面回复你们的每一个留言，我都会认真看，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来问我。好的，婷老师啊，会答复各位同学的中文问题哦，所以各位同学如果遇到一些学习上的困扰，你们可以去询问婷老师哦。那这个也要记得，你们一定要去订阅哦，然后要按赞，好不好？要支持关注一下婷老师的频道，因为婷老师花了很多时间呢去经营他的频道，所以你们一定要去支持他哦。好，谢谢。啊，已经有同学要支持了，这位同学是谁？来，哎呀，这位老师没有看过，新同学吧？可能是慕名而来的，好多新同学我都没有看过。好，这位同学 Berlin 是印尼来的朋友，阿帕卡巴啊，欢迎你。好，这位 Mr. Kewa 是来自俄罗斯的朋友，俄罗斯的朋友。你好。Private 啊，我会讲一点俄罗斯文哦 ，Private。哇，只会这一句而已了啊。好，这位是理查老师多才多艺。德国人啊，德国人，这位是谁？我到这个 Eco 是德国来的朋友。好，你好啊。OK， 哇，太多人了，实在没有办法一位一位打招呼哎。好，那这个 Yusuke 是老同学了，答复他一下好了。好，婷老师，你可不可以答复一下他的问题？好，是这样子，我住在波兰，我住在欧洲的波兰，所以我的外面还是白天。我现在是我的下午4点42分。下午对。那波兰跟老师住台湾嘛啊，所以波兰跟台湾有六个小时的时差哦，6个小时的 time difference 哦，6个小时的时差。好，已经有男同学在觉得婷老师好可爱啊！谢谢。你们不要再骚扰婷老师了啦，真是的。好，彩杰是来自尼泊尔的啊，你好，尼泊尔是 Namaste， 尼泊尔啊，尼泊尔的朋友 Namaste。好 ，Pussy 是来自美国的朋友，他问了我们一个问题：频道跟视频有什么不同？婷老师，你觉得呢？非常不同。首先，完全不一样。对，非常不同。频道是 channel， 对不对？对，比如说理查老师有一个频道 ，YouTube channel， 频道里有很多视频。对 ，Pussy 同学，刚刚婷老师说的，频道里 in my channel 有很多视频 ，there are many videos。其实视频比较像影片的感觉，对不对？是的。第一个，那其实在台湾我们讲影片了，我们不讲视频啊。不过我已经有点入境随俗，都讲视频了啊。在台湾我们讲影片那这个一般讲视频我们是听得懂的，没有问题。其实讲影片你们那边也懂，对不对？都懂。其实影片跟视频现在已经差不多了，意思上差不多已经都互通了，对，差不多通用了啊。好，婷老师，我已经订阅了你的频道，好，谢谢。太好了这位是 Lina 同学欢迎，感谢你订阅好，那各位同学，你们要支持婷老师那婷老师呢，这阵子有空的时候都会跟理查老师一起教你们中文，那你们记得要好好学习哦，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开始一起加油，我们就一起来上课吧。好，
好的，那今天的课程是教新 HSK 第5集啊，难度又提高了哦，所以我们现在中文会说的稍微快一点，因为 for HSK Level 5都是算是比较高端的学习者哦，所以我们中文会比昨天说的再快一点点哦。好的，有来自印度的学生哦，欢迎你 ，Namaste， 欢迎你哦。哇，我会说很多你好哎。这个田老师啊，波兰的你好怎么说？不是那么不是那么标准，说，对，比说较长。金都不能，金都不嘞，对，他就是们有这个弹舌的音，就是这个的这音。个我完全没办法弹。我同学弹舌就是 like you twist your tongue。对。I cannot do that. I cannot do that because in Chinese we never like flip. I think that's flip our tongue. We don't really have that kind of phonetic symbols like flip our tongue. We cannot do that. 所以他们有弹舌音，对不对？有，对。我写给同学们好了，弹舌哦，我们中文讲弹舌音，对不对？弹舌音，弹舌音就是 like you flip your tongue and you okay wait a minute， 弹舌音弹舌音 ，OK 弹舌有同学说是这个 roll tongue，I don't know。英文说 roll the tongue，不是 flip， 是 roll。因为 John 是 native speaker， 我们当然要听他的。roll the tongue 就是弹舌音啊，弹舌音。这个中文并没有弹舌音，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办法。非洲的朋友，非洲的朋友应该是可以这个弹舌。法语好像也有弹舌音吧？roll the tongue，roll the tongue， 弹舌音好 ，OK John， 谢谢你教我们英文哦。这个你们也要教老师们英文呢好，舌头昏倒了是怎么回事？宋脚，我们不会说舌头昏倒了 ，OK。好，这个 Yusuke 你终于会用了，订阅了2位老师的频道，我们就不说订阅视频，好像不会这样说了订阅频道句子非常好，没错，很好的句子。好，我们来上课吧。哎呀，再跟这些学生聊下去我们就不用上课。好 ，OK， 来 ，OK，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New HSK Level 5， 今天要学5个词汇，那麻烦听老师念一下词汇好的，不好意思，毕竟，好，毕竟，闭幕 ，OK， 闭幕，好，闭幕式，闭幕式，好，边境，好，边境，好，最后一个边际，边际，好，这个在台湾我们田老师，我们等一下因为不好意思，田老师，这个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位同学他成为了我的 YouTube 的 member，那基本上成为 YouTube 的 member 是要捐款的，那比如说这个 Frozen， 谢谢 Frozen 同学你捐款给理查老师，成为老师的会员。那田老师如果成为 YouTube 的会员，像比如说1个月2美元就可以成为我频道的会员所以这个一般来说，如果有同学成为老师的会员，我就会有一些收入。那我会把这些收入，我会把学生们的这些收入累积到一个程度之后，我会把这些钱捐款给需要帮助的人，我会再把这些钱捐出去所以这是我跟这些同学们的 promise如果你捐款给我的话，因为我可以 afford my life， 我可以支持我的生活，我不需要这些捐款，所以我会把这些同学们的捐款再捐出去，而且是国际赈灾的方式，我会捐去给国际的人，也就是这些同学的钱最后会帮助到自己国家的人的意思李超老师，其实您知道吗？就是4个月前就是我刚刚认识您的频道的时候，为什么我一下子就非常
的义无反顾的一定要来做您的学生，来上您的课。就是有一次吧，哪一位学生我已经忘记了，然后他说的是老师要不要我给您捐款？然后您的回答当时就让我的那个心里，就是我的心啊跟着颤了一下，因为您的回答是这样的，就是说谢谢这位同学，因为他是一位西班牙的同学，所以你有这个心，老师谢谢你。我有印象了，有没有？有。对，你有这个心，老师谢谢你。西班牙应该也有需要帮助的孩子，或者对，所以当时我就哇，就是我一定要做这个老师，跟上这个老师。我记得这位西班牙的朋友，他后来就是想要捐款，他后来还是有捐给我。那其实这些同学的钱，其实我都会把它整理起来，然后再捐出去，然后基本上就可以帮助到，可能是这些国家朋友比较贫穷的人，就可以帮助得到他们哦。明白。我觉得这是一个循环了。I think that's like 我理解。Love circle. I think that's a love circle. People help me, and I help others. So I think that's a circle. And I think that's good to pass forward the love. OK， 好 ，OK， 好，别忘了偶尔请自己喝奶茶。John 很喜欢喝奶茶。这个田老师跟你介绍这位朋友哦，叫做 Rosario， 他是来自意大利的朋友。Hello Rosario， 他是 Ciao，Hello Ciao， 他是来自意大利的朋友哦，他是退休老师了，退休教授。他在他们国家的这个地位是算社会地位是很高的哦。那他算蛮支持老师的频道的。那所以他常常会会留言会什么的哦，所以我一直都记得他哦。对，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老人家，不能说老人家的一个人呢一个朋友哦。好，欢迎你哦。好，这位刚刚捐款的朋友说：“你好，老师，我是体格意大利 HSK4 的学生，我的意大利名字是 Gabrieli， 不晓得有没有念错哦。中文名字是贺文博，蛮好听的哦。贺文的名字，very Chinese 很中文的名字。中文绰号是这个我不会念呢，什么中卫？我也不会。这个 Frozen 同学，你也用了一个太难的中文字了吧？这个字我说实话我看不懂哦。中尉。OK， 难怪你叫这个 lieutenant，lieutenant 就中尉的意思嘛。OK， 中尉是 like a army rank in army rank， 一个军阶了一个军阶好的。这里没有意大利人 ，Rosario， 你就是意大利人呢？我会说西班牙话。他很调皮好，你非常值得这个支持。好，谢谢你哦 ，Frozen。Once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OK， 好的，那这个各位同学，这个我们还是赶快上课吧。好，那刚刚田老师已经念过今天的词汇了那老师再念一次好了我来念一次看看好了。好，闭境、闭目、闭目式、边境。这个田老师我们在这边比较不会念轻声了，我们这边念边级。明白，我知道。那田老师你用你的方法念一次好不好？好，在中国我们说边际，边际轻声的。那台湾我们念边级台湾比较不会把第二个字轻声化，我们都会念边级，不过都听得懂，没有问题。各位同学，如果你在台湾，你就念边级；如果你是在中国那边工作或上班的，你可以念边际。边际。好，这个都没有问题。我们都其实台湾跟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区分了，我们都听得懂彼此的语言，对，都听得懂彼此的语言。所以老师希望各位同学去熟悉各种不同地区的 like accent 因为甚至我们 native speaker 的 accent 都不一样，你要去适应不同的 accent， 这样才是学习中文的正确的态度好，那我们看一下第31个词汇好，毕竟毕竟。好，来，田老师，麻烦你念一下我们的例句。好的，别生气了。
他毕竟只是个孩子。好，没有错。我们要不要一个快速的版本？好的，别生气了，他毕竟只是个孩子。好 ，OK， 别生气了，他毕竟只是个孩子。好，这个毕竟是一个副词哦，我们一般是放在主语的前面或后面。你可以放在 subject 主语的前面或后面。所以，婷老师，这个句子我们可不可以说别生气了？毕竟他只是个孩子。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没有错。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说他毕竟，你也可以说毕竟他，都可以，意思都一样。OK， 毕竟他只是个孩子。你也可以说他毕竟只是个孩子。OK，everyone, you can put 毕竟in front before, okay, before a subject or like after the subject, both are correct. OK， 都可以，都没有问题啊。那毕竟的用法其实它就是强调一个事实哦，毕竟是强调一个事实。好，我们看一下，毕竟跟究竟不一样。很不一样，很不一样。不过有志啊，你的问题比较复杂一点，我们这个你这个课后在 comment 留言好不好？然后这个看是婷老师或理查老师再回复你，因为究竟跟毕竟的用法是很不一样的哦，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这个可能要花半小时才讲得完哦。好的，所以这个有志你在 comment 告诉我们，我们再回复你哦。好，这是谁的？Lina 的句子。田老师可以念一下吗？好的，你不能恨他，他毕竟是你的爸爸。我觉得这个句子蛮很有意思的句子这个意思很有意思。对，这个句子蛮好的啊，这个句子蛮好的啊，所以这个 Lina 这个好句子是你的爸爸，这个是一个 fact。我们用毕竟的时候，就是 you are emphasizing a fact or a reason 这个就是毕竟的意思。好，毕竟的基本用法就是强调一个事实或强调一个原因强调一个事实，强调一个原因。好，毕竟的用法是你要强调 you want to emphasize 一个事实或一个原因。像我们这个句子，他毕竟只是个孩子，是个孩子是一个 fact， 是一个事实，所以你要强调这个事实，你就会用毕竟这个词好。再来这个句子我觉得不错婷老师可以麻烦你念一下。好，你就原谅他吧，他毕竟是你的孩子。可以的，非常好。所以这个句子很好，对不对？你就原谅他吧 ，forgive， 你就原谅他吧，毕竟他是你的孩子。好 ，OK。孟轲的句子，秦老师吗？帮助他，他毕竟是你的弟弟。这个句子是可以的。句子意思没有问题，前面呢，如果能再加一点点词就是多一点点词就更好。对，而且我觉得孟轲同学，你可以说帮助他吧，我觉得加个吧，帮助他吧，这个孟轲你加一个吧，it's like offering a request like 帮助他吧这个句意会变得更完美一点帮助他吧，他毕竟是你的弟弟。你的弟弟 ，this is a fact. You're emphasizing the fact. He is actually your brother, your elder brother. You're emphasizing the fact. 好，太棒了来，John 同学的句子是：虽然他过去犯错，但是他毕竟是个好人，对不对这个 John 同学，我们中文很特别，它跟英文不一样。John, you're a native speaker, right? You're a native English speaker. So you only use although, but in Chinese, we say although, but. 所以我们会说，虽然他过去犯错，但是他毕竟是个好人，对不对？田老师应该是这样吧，对不对是。然后这一句话就是，虽然和毕竟他们放在一起不合适。对，我也觉得有一点不合适虽然他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虽然他过去犯过错like 过 is like you're emphasizing your experience， 好像强调你曾经这个经验吧犯过错犯过错
虽然他过去犯过错，但他毕竟是个好人。对啊，我也觉得虽然跟毕竟好像有那么点不合哦。对，好，有我们看一下，点奇怪。有点奇怪。Frozen 的句子呢，我可以说勿生气了。田老师觉得呢？哦，这个它是如果说你是在问我们，我可以说勿生气了吗？你是问我，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是说这个句子跟别人说，哦，我可以说勿生气了吗？那不行，为什么呢？我可以说是一个口语，但是勿生气了是一个特别书面的语言。书面语对。其实我想 Frozen 的意思是问我们说勿生气了这个句子可不可以？哦，这个意思是吧？口语当中不太说。好文言的感觉，好书面语的感觉。这个 Frozen 这个李强老师给你建议，你说不要生气会好一点，不要生气了。对，不要生气，我们别生气，别生气了，对，更好，别生气了。勿是一个非常书面语的词，它勿也是 don't 的意思，不过是比较书面语的词。一般来讲不会在说话的时候用别生气了或不要生气了会好一点会好一点。好 ，OK， 这位同学说老师好，我是新来的学生。哎呀，田老师啊，这个你出现了才会有新学生的，不然我都没有新学生来。没有，是李超老师现在读本科中文系，哎呀，我们正好昨天教过本科，对不对？对。所以心仪同学是读大学中文系的，对不对？请多指教。好，欢迎你哦，心仪同学。老师特别欢迎新学生哦。来，送脚的句子，麻烦田老师啊。好的，你不要麻烦他，他毕竟是个新员工而已。你不要麻烦他，他毕竟是个新员工而已。我猜这句句子是不是就是他是一个新员工，所以如果我麻烦他，那可能他做不了，是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对，我觉得宋角同学，你的句子基本上可能还要再多一些说明吧，会比较清楚。会比较说明。不过宋角已经不错了，你已经可以写出这个句子，已经很厉害了哦。好，你想从我这儿得到更这个句子，我毕竟一个人，这个句子我有点看不太懂。你想从我这儿得到。Mr. Kwa 这个句子可能你要提供我们英文比较好解释哦，不太了解你的意思哦。OK， 好，那各位同学，好，我们再往下看吧。不太可能，你们每个句子我们都讲了，太多了哦，各位同学哦。好，我们再往下看第32个词汇。好，32个词汇叫闭幕。闭幕，这个闭有点是关闭，对不对 ？Close 关闭。这个幕应该是布幕的意思吧 ，like curtain 布幕所以各位同学，闭幕的意思就是关闭布幕这个感觉哦。好 ，OK， 这个李超老师给你们一下这个意思好了闭幕，闭幕的意思比较像是闭上或关闭舞台前的布幕，这个 curtain of a stage 舞台的布幕 ，OK， 所以当这个活动结束的时候，你会看到布幕慢慢的关闭了，这个叫做闭幕闭幕。那其实闭幕的意思，引申来说就是会议或展览的这个结束OK， 会议 a meeting 或展览会like a fair 的等活动的结束。OK，a meeting or an activity comes to an end。闭幕的意思就是活动的结束活动的结束闭幕闭幕。好，田老师麻烦你念一下句子。好，活动将在周日闭幕。好的，活动将在周日闭幕。好，活动将在周日闭幕。好 ，OK， 那各位同学注意闭幕是用在一个活动上的，活动才可以闭幕人是不会闭幕的，活动才可以闭幕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说展览会闭幕了，
这个演唱会闭幕了，活动闭幕了，你一定要用一个活动 an event，OK， or an activity come to an end。闭幕一定是活动闭幕哦，活动闭幕哦。好，这个句子我觉得应该还不错 ，Lina 的句子，田老师麻烦一下我来读一读。好，表演结束闭幕后，观众们都站起来拍手。好的，这个句子呢，意思是很清楚的，但是里面有一点点小问题，就是结束闭幕重复了。呀，这个我们中文的结束跟闭幕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所以 Lina 同学你用一种就可以了。你说表演结束后 or 表演闭幕后 either one，OK， 用其中一个动词就可以了。你可以用表演结束后或表演闭幕后。Actually 闭幕 means 结束 ，OK，they have similar meaning，OK。好，第二个句子我觉得蛮好的，观众都站起来拍手啊，这个句子很棒啊。好，常勇士同学你好，应该是新同学，欢迎你啊。好，闭幕式等一下会说哦 ，Sarah， 等一下闭幕式会说哦。好，来这个 Mohammed 的句子，请田老师看一下。好的，昨天我很荣幸的出席了上海世博会的闭幕式，哇，好新闻的感觉，特别好。不错，不错的句子啊，Mohammed， 你的句子很好啊。好，将是什么意思啊？将就是 like be going to right， 将要未来式啦，中文的未来式。这个彩杰同学，将就是你要讲一个以后或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用将或将要这个词啊。将就是 like the future tense in Chinese 啊。好，这位印度的朋友问了我们一个问题，田老师你看一下。好的，今天的会议顺利闭幕。会议我们不太用闭幕吧？对不对？应该是一个活动。就是对，会议用结束。结束会好一点。它一定是一个活动或者performance 之类的。表演对不对？表演或者是活动。对，我也觉得会议用结束比较好哦，会议用结束比较好。那这边顺利闭幕应该是顺利，对不对？对。好，老师打给你们了，应该是顺利闭幕了啊，不是胜利了啊，顺利闭幕 ，like come to an end smoothly， 顺利闭幕。那这个词组算是蛮常用的，顺利闭幕啊，顺利闭幕。好，顺利闭幕啊 ，like come to an end smoothly。好，有时可以问了我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说开幕吗？可以的，可以。An opening，OK，an opening of an activity。开幕就是哇，那个布幕打开了，那就是活动要开始了啊，一个活动要开始，我们可以说开幕了。所以各位同学，这个句子我们也可以说活动将在周日开幕。If that's an opening, you can say 开幕。If that's an opening，OK， 开幕啊。好，那这个李朝老师教各位一个词汇啊，因为闭幕是用在活动活动闭幕了，一个活动闭幕了。那如果用人呢？人应该用什么幕呢？我们中文的确有一个词是用在人的主词主语要用人的，闭幕的主语是活动，但是我们的确也有一个词是给人用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叫谢幕我们说谢幕的主词是人OK， 主语不是主词，主语要用人主语用人。这个谢幕的英文叫做 curtain call or take a bow 好，那比如说一个表演结束后，你就会看到一个舞者或一个表演者他会谢幕这个我们中文就讲谢幕，谢就是 like 谢谢，对不对？ Thanks Thank you， 幕就是布幕的意思人要加谢幕，活动要加闭幕，所以各位同学你也要听得懂谢幕这个词，我的主语是人主语是人好，OK， 那这个田老师麻烦你念一下这个句子好不好？好的，舞者鞠躬谢幕，舞者鞠躬谢幕。鞠躬是什么意思啊？鞠躬是来就像这样吧。鞠躬是一个动作，
那么我们把自己的身体这样子前倾，这样子就是这个叫各位同学，这个叫鞠躬。在我们这里我们念鞠躬了啊，我们会念2声啊，不过都可以，都听得懂哦。鞠躬就是像这样啊。这个Yusuke是来自日本的朋友，日本的朋友最喜欢90度鞠躬，对不对啊？我们中文讲90度鞠躬。Yusuke 同学，你平常会不会90度鞠躬呢？啊，我们中文讲90度啊鞠躬啊，90度鞠躬啊。就是非常非常有礼貌的那种，对不对哦？90度鞠躬，好，90度就是 like 垂直吧，哦，90度就像这样是90度，对不对？90度，哦，这个我们中文讲90度，哦，90度，你鞠躬的时候是这样，整个身体都这样下来了，对不对？这个叫90度鞠躬，哦，90度鞠躬，哦，好。所以你们要知道，其实英文就是 like take a bow， 鞠躬就是 bow or like take a bow， 那谢幕的英文是 curtain call，take a curtain call， 舞者鞠躬谢幕，就像这个图里这个动作就是谢幕，谢幕。好，人加上谢幕，活动加上闭幕，好，各位同学了解了啊。好 ，OK， 了解了吗？各位同学，人要用这个谢幕哦。我不太明白这个词语，请再教一遍。这个 Malik 同学，你不明白哪一个词语啊？是可能是这个谢幕吧。谢幕 ，OK，谢幕其实我们看这个谢这个字就是 you offer your gratitude. So after your performance, you will take a bow and you will leave the stage. So 为什么我开始讲英文呢？谢幕的意思就是你谢谢台下的观众们，那你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你会谢谢台下的观众们，那你要离开之前，通常谢幕我们会鞠一个躬，对不对？我们会敬个礼，跟这个台下的观众说谢谢，我们就会离开舞台了。所以当你表演结束的时候，你都会谢幕你都会谢幕，叫做 curtain call 你会鞠个躬，然后谢谢观众们，你就可以离开了，这个叫谢幕谢幕。好，我们90度鞠躬道歉。好，日本的朋友都会90度鞠躬是表示抱歉的Yusuke 是来自日本的，所以90度是因为抱歉，对不对 ？Apologize。OK， 好，了解好，鞠躬跟行礼一样吗？行礼有很多种方式，但是鞠躬只是就是身体要这样子前倾是鞠躬鞠躬是这样子的。行礼有很多方，你可能是跪下来，你可能是点头，或者是各种方式。行礼的形式有很多，鞠躬就是这个动作叫鞠躬所以还是有那么点不一样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第33个词汇。好，哎呀，刚刚学到闭幕，现在学到闭幕式。那各位同学，我们多一个式，它的意思其实是英文的 ceremony ceremony， 所以闭幕式是一个名词刚刚的闭幕是一个 verb， 是个动词。现在的闭幕式是一个名词 ，closing ceremony。closing ceremony。好，那请听老师念一下句子。好的，奥运会的闭幕式将于12月1日举行。奥运会的闭幕式将于12月1日举行。好，奥运会我少打个会了奥运会，奥运会就是 Olympic Games Olympic Games。奥运会的闭幕式。所以各位同学，闭幕式是一个仪式，是一个ceremony， 一个仪式好 ，closing ceremony 就是闭幕式。奥运会的闭幕式将于12月1日举行。好，举行就是 like you hold a meeting or you hold a ceremony 举行就是举办一个活动吧叫举行奥运会的闭幕式将于12月1日举行。好，这个叫闭幕式闭幕式。好，闭幕式。哇，这个 Sophia， 你的闭幕式好像有点可怕
好，这个句子我要不我先读一下。好，没问题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这次演讲比赛的闭幕式特别隆重。其实不说这个错别字啊，句子是很好的，很好的句子了啊。那 Sophia， 你的木在我们这个母语者来看是有点可怕的字，因为这个木就是 tomb，OK，这个木啊，跟我们这个木是完全两回事了啊。这个 Sophia 你要小心一点啊，因为这个木是 like tomb，like graveyard，OK，like graveyard，OK，有点可怕了啊，你可能只是打错字而已了啊，来，所以啊，这个我们中文有点麻烦，错别字啊，差一个字就差很多了啊。对，OK， 不一样哦。木这个木是土字边的，对不对？土哦，那这个土就是 like graveyard tomb。那这个木是这个我们说金字的部首，我们是 curtain 意思不一样。土跟这个金字部首不一样，那你们不要打错字了，因为我看到闭幕是有点可怕，very very terrifying。OK， 好，来，好，这个田老师，这句句子，这对新人向父母鞠躬表示感谢，哎，非常好的句子，非常地道，非常好的句子啊，在台湾我们说道地了啊，不过地道啊，非常地道的。好，宋角说夜幕降临，就是什么意思？对，其实就是晚上了嘛，对不对啊？夜幕降临就是晚上的意思。可以把这个天空想象成一个舞台，所以它慢慢的变黑了，就是表示这个舞台的这个 curtain 在慢慢的下来，就是夜幕降临。night curtain， 我们夜幕好像英文有这个词叫 night curtain。那个夜晚好像一个布幕一样，慢慢的把世界给它盖起来了啊，所以夜幕降临就是慢慢天色变黑了啊，叫夜幕降临啊。OK， 好，这是蛮 poetic 非常诗意的一种用法了。平常说话很少这样说啊。对，写文章才会说啊。好，不好意思，老师，麻烦您再教一次闭幕式。好，这个闭幕式就是一个活动，举行到最后一天的时候，那我们会举行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就可以叫闭幕式。为了一个活动的结束而举办的一个仪式，这样的仪式就是闭幕式。像这个玉珠同学，你看这个奥运会，你看图里这个奥运会，它要结束了，奥运会的最后一天都会有一个闭幕式来庆祝，哇，这个活动要结束了。奥运会要结束了，所以呢，奥运会的最后一天通常都会有闭幕式，就是庆祝这个活动要结束了啊。所以闭幕式的意思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的一个活动，庆祝活动叫闭幕式啊。好，裴静问了一个问题，我也觉得这个问题还不错。这个田老师，你可不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好的，奥运会可以减少会，只说奥运吗？哇，裴静问的问题，这个问句啊，非常的标准，非常的标准。好的，我们平时会说奥运会，因为奥运呢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奥运村，就是运动员住的地方，就是奥运它可以加很多很多别的东西。但是产生不同的意思了，对不对？是的，就不一样了啊。是的，是的，是的。奥运会它只是这个game。Yeah, the games. Yeah, right. 啊，裴静，这个老师告诉你啊，奥运在台湾可以这样讲。如果你要说奥运会的话，你可以只说奥运。不过如果你是去像田老师是这个比较地道的这个当地的啊。本国的说法，说奥运可能人家会觉得不够完整，所以裴静老师建议你用奥运会会更好一点哦。奥运在台湾是听得懂啦，如果你只说奥运的话。不过李朝老师也认为奥运会比较完整一点，人家一听就知道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games 哦，会比较完整一点哦。好，江鱼啊，Dakini 同学问江鱼是什么意思？
这个 Dakini 老师建议你把姜跟鱼分开来看是的，它不是一个词语，姜是 will，OK，be going to， 鱼，好，这个 Dakini 老师告诉你，这个姜就是 like 英文的 will， 鱼就是我们这边的 on，OK， 有点像这个意思了哦。这个鱼其实这不是一个词语，你要分开来看哦，这两个是分开来的词语，姜是 will， 鱼是 like on the certain day，OK，on the certain date。哦，所以这不是一个词语哦，它刚好放在一起而已哦。好的，那我们再往下看吧。34个词汇。好，边境哦，边境是 border or frontier 哦 ，OK。好，这个田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我们的句子？好，两国的边境爆发了战争。两国的边境爆发了战争。两国的边境爆发了战争。好，这个两国就是 like two countries，OK，two countries。啊，边境就是我们这一个 border or like frontier。爆发 is like break out， 爆发了战争 break out 啊。好，战争就是我们说的 war，OK war，OK， 两国的边境爆发了战争啊。好。哎呀，马上就有学生把时事拿出来讲了哦。好，印度语，我读一下好了。好，印度与巴基斯坦、中国和孟加拉国的陆地边境很长。哇，好棒的句子，很棒啊！陆地边境，不过我个人觉得陆地边境听得懂，不过我好像只会说边境啊。中国和孟加拉国的，我猜就是因为有海的，对不对？也有海的边境啊，有海上边境、陆地边境。我了解了。OK， 好，那没有什么问题了啊。边境，好，采撷的句子呢，我们看一下。好的，印度和尼泊尔的边境是开放的哦。好，我学到了。不过这个和好像是错别字，对不对？哦，和应该是 like 印度和。哦，稍等一下，这个和应该是 like 和 and， 对不对？它是个错别字。好的，对，我误会了，我以为是印度河是一个 like river, like Indian river, okay. But it's like a Indian, like the border between India and Nepal. yeah. 不过采撷这个句子，如果把那个和字写对了，应该是 OK 的啊。印度和尼泊尔的边境是开放的。Like the border between India and Nepal, right? Like it's open. 开放的哦。好。哦，真的啊，我也不晓得。印度跟尼泊尔应该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哦。好。在边境派驻重兵。哇，田老师，你觉得这个句子？我觉得这个句子很好。对，我也觉得很好哦，非常地道的感觉哦。是的。边境墙，比较不会这么说。我们不会这样说，对啊，我们不会说边境墙，听不太懂。边境墙是一道墙吗？就是边境，我们平时就是说边境。对，就说边境就好了哦。好，有同学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哦，宋角同学问的。边境和边界不一样吗？我觉得有一点点不一样，对不对？不一样的，他们是不一样的。这个首先边境，应该是这样。我抢了。对，没关系。田老师，你觉得边界是不是比较像线，对不对？对，他们有很多不一样。边界它是线这样子，它是线的形式 ，like border line，like the border line。对 ，frontier 比较像 frontier， 我觉得啦，比较像 frontier。那各位同学，你看这个绿色的地方，就是来像边界哦。那边境呢？边境好像比较像 like area， 对不对？比较像边界附近的 area 啊，附近的区，是的，对不对？哦，是的。我觉得还有我补充一个，就是边境呢，它只是这个 border，就是两个比如说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个
线，那么我们称为边境，它是指示这个 border。但是边界呢，我们可以说人比如说我说一个句子啊，在瑞典，人和人的边界比较开。OK， 了解，有点像距离还是之类的吧？对，就是边界界限这个意思。OK， 对，在瑞典，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对比较开，对不对？对，比较开。好，这个田老师的句子给各位看一下啊，在瑞典，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较开，意思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较大，对，比较大一点哦。好，这是田老师的给各位的一个句子，在瑞典，人与人之间的边界 like the distance，OK， 比较开，比较远比较远，比较开一点哦。好，我们看看同学们的句子哦。好的，田老师，麻烦你看一下。好，两国边境上人民经常往来，两国边境上人民经常往来，可以的。我也觉得这个句子不错哦。两国边境上，不过我加个的好像好一点，会更好。两国这个 Berlin， 两国边境上的人民经常往来啊。好 ，OK， 边境与界限一样吗？这个问题啊，和刚才我们讨论的很像，就是边界上面一个边界和界，就是这个界限，它们是差不多的，和边境是完全不一样的。边境就比较真的是具体的东西了，对不对？是的，两国之间的一个边境啊，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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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 ，OK。所以边境是抽象的概念吗？哎，赛琳说的非常非常好，是的，是的。好的。等一下，应该要换一下啊，就是边境是那个具体的东西，对，没错。赛琳同学，边界有比较抽象的用法，但是边境是具体的，边境就是两国之间的 border， 我们叫边境。边境比较少有抽象的用法。比较常有具体的用法比较常有具体的用法。好，哇，我觉得同学们的中文水平蛮厉害的蛮高的。要了解到这个词汇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好 ，Sophia 的句子，好，麻烦田老师。好，我读一下，为因疫情，我国边境而关闭了。好的，这句话有几处问题。第一个是我们没有为因，只有因为。然后疫情，好的，我国边境没有而关闭了就可以了。关闭了就好。Sophia，第一个因为 because 对不对？因为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因为疫情。我国边境关闭了，不用加而我们一般不会加而。我国边境关闭了，不过 Sophia 教了大家一个很棒的词语，边境如果你要 close the border， 我们说关闭了边境关闭了，这是很好的用法边境关闭了 ，close the border。那如果你是 open the border， 你是开放了，你的边境开放了所以如果你 like a country closes the border， 你可以说关闭了边境 ，but the country opens the border， 你可以说开放了边境开放了边境。好，这个 passion freak 的很棒越过边境 ，like cross the border， 对不对越过边，我觉得不错，越过边界，越过边界可以，越过边境应该也可以。like cross，you cross the border，OK，好，太棒了各位同学，你们的中文水平都很棒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词汇吧。第35个词汇叫边际边际。好，那其实这个词汇有两个用法，第一个是动词用法动词的用法就是 to edit。边际的意思就是，田老师，边际是什么意思啊？好，比如说我们做一个事情，把很多小的事情把它做起来，
把它做成一个完整的事情，那就是编辑。编辑，对不对？那特别是用在一些文书工作上面，像词典，像这个杂志，对不对？是的，文章之类的啊，我们叫编辑。To edit an article, to edit dictionaries, to edit the newspaper 都可以啊。编辑一般是指文书上的这个工作啊，编辑。好，那麻烦田老师句子。好的，好，珍妮的工作是编辑词典。珍妮的工作是编辑词典。珍妮的工作是编辑词典 ，like edit dictionaries 啊。那这个工作就是 job 啊，他的工作是把词典给里面的文字啦、里面的句子啦，把它给整理起来啊，类似这样的感觉哦。编辑，OK， 所以这是动词的用法，编辑。好，文章还没编辑好，可以的，文章还没编辑好，可以的，可以，很好的句子。玉珠说。今天的课非常非常难哦，我倒了。哎呀，玉珠没关系的，这个我们呢，这个有问题就问，没有关系了哦。因为这个中文其实真的很难，玉珠你不要觉得自己很笨，你不笨的哦。其实中文这已经是 HSK 算是很难的了哦，所以啊，不是你笨，是今天的课是真的很难的哦，没有关系，我们慢慢。理查老师的视频再多看2遍。对哦，没有问题的。这个所以啊，玉珠你不要觉得自己很笨了哦，因为啊，有时候我们会这个第一次比较难懂，第二次你就懂了50%了，再多看一次你就懂80%了啊，再看一次你就全懂了啊。所以通常第一次是最难的啊，多看几次就懂了啊。像李老师学英文也觉得啊，英文好难哦。那只好多看几次了哦，多背几次，多背几个生词哦，慢慢就会了啊。好的，好 ，SHK 这个句子说，我可以说我想当一位编辑，可以的，编辑也可以当名词。等一下，理查老师告诉各位哦，总编辑可以的啊，总编辑，哇，很好啊，总编辑 like general editor 啊 ，general editor。他是一位杂志编辑，可以，很好，很棒的句子。好，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把编辑当做一个名词的时候怎么用哦？来，编辑可以当名词哦，它的意思是 editor。编辑，田老师，你们那边说编辑人员吗？就是他的工作是编辑人员是吗？对。我们比较说编辑，后面不跟人员，对，讲编辑就好了，对不对？对，我们其实这边也说编辑就好。其实我有点老舍，我都念编辑了哦，编辑。好，来，对，来，这个田老师麻烦你一下。好的，珍妮是一位报社编辑。好的，没有错，珍妮是一位报社编辑。报社有点像 like newspaper agency， newspaper agent 啊，报社就是 newspaper publisher 的感觉啊，报社编辑就是其实他就是编报纸的人了啊。OK， 编辑这边指的是人哦，各位同学，编辑指的是一个职业，一种职业啊，报社编辑啊 ，like newspaper editor 啊 ，newspaper editor。好 ，OK。那我很喜欢，好，这位同学的句子我觉得不错。好的，哎，我很喜欢编辑的工作啊。好，很好，我了解到了。很棒的句子哦。好 ，Verlin 的句子呢？这家报纸招聘2名编辑，哇，好书面，很棒。很棒 ，Verlin 的句子非常的地道，很好的句子啊。好，玉珠说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好，玉珠很棒哦，要加油哦，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看第2次你就懂了哦，所以玉珠你不要觉得很气馁哦。好，听老师常常编辑中文视频，对，其实真的可以这样说，可以啊，真的可以这样说，对，没有错，因为听老师就是在我做一个视频，我们也可以用做这个动词，就是做，因为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我需要
把我说的话打上去，所以有这个文书的工作，我们可以说编辑中文视频，非常好。编辑中文视频没有错，很好的句子啊。哇，这个 John Rayner 的问题是，老师，您说“记”的这个字听起来好像是4声，像2声吧？编辑啊，有可能编辑，轻声有点听起来像4声啊。是的，是的，在就是台湾是读2声嘛，是吧？对，编辑，对，在中国我们是说编辑，就是没有声调的，轻声，light tone， 那个我们是 light tone。这个 John Renner， 我们在台湾我们念编辑，它的元音它的元音编辑。那这个婷老师那边他们会念编辑 ，light tone 编辑，不过不是4声，4声怎么念啊？编辑对不对？我们念编辑，不会这样念。我们这个 John Renner 我们不会念编辑。那婷老师刚刚念的是编辑，这是轻声的编辑是轻声的好，没有问题这个我倒是要问一下婷老师了，你们会说视频编辑吗？他在电视台公司作为视频编辑，其实可以，看得懂意思，对不对没错，对，可以，不过好像不常这样说了对，做影片编辑，听得懂意思这个棒同学，我们懂这个意思，不过好像不常这样说好，玉珠问了一个问题。我正在编辑中文课本。我觉得玉珠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编辑呢是把文书的工作让它做到更好，让它做到比如说非常书面呀，或者说很棒的一个程度，作为一个知识让别人知道。那么如果说你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就可以说编辑中文课本。对，懂意思。编辑中文课本就是你去把里面的文句、把里面的字词修得更好然后更完美，大家都可以读我觉得译注这个句子是可以的了我正在编辑中文课本OK， 好，玉珠应该这个句子 OK 的好，那编辑把整段全删掉了。这个时候的编辑是工作，对不对？是那个人编辑这个工作很好的句子 ，editor 很好的，很好。编辑照片，应该也是可以。对，懂Malik， 我们懂你的意思不过不常这样说啦，对不对？对。我们中文说 P 图，对不对？对，我们也说 P 图。P 图其实是修图或者 P 图。对，修图。我觉得这个 Malik 同学，我们说修图啦，编辑照片是我觉得太老舌了一点修图。那其实我们 very casual， 我们说 P 图啦，而且我们都听得懂。对 ，P 图很好用来，我打给各位看一下好了我打给各位看一下来，如果你要 edit the photos。In English, we say edit a photo. It's totally fine, but in Chinese, we seldom say 编辑照片 too formal. 我觉得太正式了。那我们一般就说修图就可以了。You edit the photo, you can say 修图，or even you say P 图 because P means Photoshop, right? Because P means Photoshop, so we say P 图 Photoshop or P 图。所以各位同学，你讲修图。你讲 P 图，我们都听得懂这个是非常常用的P 图或修图。编辑照片，我觉得似乎有那么点过于正式的感觉编辑照片好 ，OK， 2声跟轻声，这位同学如果你在台湾，你就念2声吧，编辑。那如果你是在中国工作的朋友，你念编辑编辑那我们不会念编辑。不是4声是轻声的编辑编辑。好，哇，今天我们教了同学好多东西
哇，太棒了，有婷老师真好。这个我们就可以去比照不同的口音，对不对哦？我觉得这对学生非常有帮助。那婷老师，我再麻烦你把今天学习的句子念一遍给我们听，好不好？好的，念2遍好了啦。哦，好的，好的，没问题。好，毕竟，毕竟，闭目，闭目，然后闭目式，闭目式，边境，边境，最后一个编辑或者编辑。好 ，OK， 编辑。好，我们其实我建议各位同学看你住哪里，或者你在哪里工作，来决定你的口音哦。这个口音这种东西没有说绝对正统或不正统，没有这个事情。这个是看你住在哪里，这个地区的人怎么说，你就要去跟着他们说哦。因为语言这个东西是随时在变化的，你们不要认为这样才是对，那样都是错。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哦。其实我们都不断的在学习哦，我们都不断的在学习哦。好 ，OK， 好，那这个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了。李老师，我可不可以就是稍微占用一点点时间，跟回答一个同学的问题？这位同学今天好像没有来，对不对？好，不过没有关系。婷老师你回答他，然后我把他的 ID 打出来，好不好？哦，好的，好的，好的。我有点忘记他的 ID 是 SH，他的名字是 SHAHRZAD。 好，我看他的问题是，就是好像不好意思和请问一样吗？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好像啊，他不太确定这个不好意思和请问啊一样吗？不好意思跟请问的不同，对不对？对对，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请问，然后一个斜杠，不好意思，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嗯哼，好。对，好的，我想回答一下，因为这个同学的问题啊提得很棒，我觉得非常棒。在学习中文的时候，我们除了要知道一个词它的翻译之外，更需要知道的，如果你想说很不错的中文，很流利的中文啊，你更需要知道的是这个词啊在什么时候用。所以这个句子啊，这个学生说的非常非常好，就是我们可以说啊，不好意思，我有一个问题要问。我们也可以说，请问，我有一个问题要问。我们甚至可以说，哎，不好意思啊，请问我有一个问题要问。OK， 所以不好意思跟请问呢、基本上在有时候是共通的，对不对？是的，是的。在有些地方就不一定哦，不一定。是的，是的。哦，所以这个请问不好意思，对，我的在这个句子当中呢，就是这个请问和不好意思，他们都有这个 attention 的意思。就是不好意思啊。Okay, like you want to draw the person's attention. OK 你要吸引对方注意的一个词语就对了哦。Like draw someone's attention, you will say 请问 or like 不好意思。I think 不好意思 is like draw people's attention, right? 比如说我就说婷老师现在没有在看我，然后我要说婷老师在做别的事情，那我现在要麻烦婷老师一件事情，我就婷老师不好意思，婷老师这个时候婷老师才会看我，对不对？婷老师现在在做别的事情，他没有在看我，那我要怎么去 draw her attention？ 我要怎么吸引她的注意呢？那我们就不好意思，婷老师不好意思，婷老师婷老师不好意思我们会这样说。这个不好意思有点像你要吸引对方的注意，他可能没有在看着你，婷老师不好意思，婷老师有这种感觉。对所以不好意思有点像要吸引要让对方注意你的时候你会用的那请问的话一般我们好像会跟句子合在一起说吧，对不对请问比如说我问婷老师，请问您今年几岁比如说像这样这么敏感的问题，对不对好，比如说请问婷老师您住哪里，所以请问比较会跟一个句子合在一起说，对不对？那不好意思
比较常是吸引别人注意的时候用的。是的，是的。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要注意你，就会丁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会这样子用吸引注意的时候用的好，太棒了，丁老师都很关注大家的提问所以如果你们有任何中文的问题呢，欢迎你们要这个到丁老师的这个频道你们可以 comment， 你们可以去询问丁老师的问题不是丁老师，去询问丁老师问题好，那最后我再把丁老师的频道介绍给各位同学。我又贴错了，等一下。好，来，没事。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学中文的问题，欢迎大家来问我，我会看你们的每一个问题给你们解答。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谢谢丁老师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谢谢大家。好，那明天呢又是大挑战了，明天要上的是进阶的高阶的 HSK， 哇，明天要上7到9高阶的，这个大家加油！我今天准备教材的时候，我头都快炸了，头都大了，好难没有，明天是6级，不是7到9，哇，6级就好难了真的好难。各位同学，理查老师觉得你们到时候 comment below 好不好？理查老师如果不教 HSK， 我们就纯聊天，好不好？ We just chit chat, okay? We don't. If you guys agree, okay? We just chit chat. 我们就聊天就好了，我们就不要再教 HSK 了。你们觉得怎么样各位同学 ？Comment below and tell us, okay? If I don't teach HSK right now. I just we just chit chat. We just gossip ，OK， 我们就聊聊天就好了。你们觉得呢，各位同学明天的好难如果各位同学你觉得我们聊天就好了，那真是太好了那老师都不用准备了，说中文就好了，多轻松好，你们如果觉得 OK，we just chit chat，we don't need to learn new HSK。OK，comment below and tell us。OK。好，那我们就上到这里吧，谢谢田老师喽，我们明天见喽，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理查老师，好，拜拜，田老师，拜拜，拜拜。好，那各位同学，我们再次感谢田老师，那要怎么谢谢他呢？各位同学记得你们要去他的频道去订阅、去关注所以老师再给你们一次他的频道 ，OK，Chinese with Ting，OK，please click likes and subscribe，OK。好，那好的，那这个各位同学I think teaching HSK would be very good for foreigners who need to learn Chinese. Yeah, that's true, but it takes me a lot of time to prepare, but it's okay. I will do that for you. OK， 好，那各位同学晚安喽，我们早点休息吧。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拜拜。